还好楚谢意眼疾手快，一把就把他接住了。想什么呢？疼，我脚好疼啊！我帮你回屋看看。3个孩子见状也跟了过去，但是却被楚谢意给轰走了。他将林如意抱回房间，把她放在床边，然后蹲下身子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你脚臭。得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楚谢意啊！林如意本来不好意思，有些脸红，听到楚谢意的直男发言，这红脸直接变成了黑脸。你自己不会闻啊？我帮你看看脚，有点红，没有破皮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你那会儿在想什么？林如意想了想，还是如实和楚谢意说了苏烈找他的目的。那你做冰粉的方子是从哪里学来的？就是之前我有一次生了病，病得还挺严重的，在床上我躺了好几天，做了个梦，梦里有个仙人跟我说，让我利用这个本事赚钱，好好对待3个孩子。那眼下先调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。既然你教过岳母，那可以先问问岳母，说不定能得到一些线索。我觉得不是我娘，她不是那种人。我没说是岳母，只是去问问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。行，我们本来也要去我娘家看看，现在就去吧。你先把饭吃了吧，你早饭还没有吃完，等吃了饭我们再去岳父家问问。我吃饱了，不吃了。楚谢意知道林如意是在担心方子被泄露的事儿，怕百味酒楼的人找他退钱。上次不是说了，回来就交给你保管，你先拿着吧。如果找不到证据，这些钱应该也够了吧？他这是要帮我善后啊？你就不问问我卖了多少钱吗？其实楚谢意是知道他卖了100两银子，可是他不想让林如意知道自己知道。难道这里还不够吗？不是，够了。可是你不怕我坑你钱吗？我们是夫妻，不分你我，希望你记住，以后不要再说你的我的这种话。啊！救命啊！果然霸道男人是女人的克星。好，那我以后不说了，那便谢谢我亲爱的相公啦。听到亲爱的相公几个字，楚谢意的脸刷一下又红到了耳朵根儿，好像有一头小鹿在心底乱窜。不用，我先去收拾东西，等会儿出发去岳父家拜访。说完，楚谢意就快步走了出去。等转身的时候，嘴角都快咧到耳后根了，脸上痴汉的笑容那是再也压不住了。林如意和楚谢意还有楚子君一起去了林家。如意，你们来了，快进来坐。林如意让楚子君去和林满雪姐弟俩玩，她则将娘叫到屋里去说话。你有啥事儿啊？把我叫进来，谁陪女婿啊？他一个大男人，不需要你陪。我找你是有急事儿。你最近在家做冰粉了吗？做了呀，这几天天太热了，你爹他们干活太累，我就做了给他们送到地里去吃。咋的了？你做的时候除了你还有别人吗？没有，就我自己。你不是说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吗？我肯定不能让其他人看到啊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林如意皱了皱眉，然后和孙荷花说起了早上苏掌柜来找他的事儿。啊，你是说有人把方子又卖给了别的酒楼，然后百味酒楼的人来找你要钱吗？现在还没有谈到退钱的事儿，是让我给个说法。我就教过你，别人也没透露过，所以我来问问你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你确定你做的时候其他人都不在，尤其是二嫂？没有啊，我做的时候还特地让他去地里给你爹他们送水，专门把他支开了，他不可能看到啊。算了，你先等会儿，我先去问你爹，看看那天是不是王氏给他们送的水。林如意想了想，点头同意了。那你先在屋里休息一下，2个孩子看着点儿。你爹他们今天在西边那块荒地干活，稍有些远，我可能要费点时间。林如意只能在家等着，顺便照看林家的几个孩子。不止2人玩了一会儿，小家伙也哇的一声开始哭了起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要怎么办？我真没带过小孩啊，是要抱起来哄一下吗？哎，他怎么哭了？你知道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王翠娥急匆匆地从外面进来。哎呀，小妹儿，你也心太狠了！满棍怎么说也是你侄子，他哭得这么狠，你都不抱抱他，你以后也是要当娘的人，
也太铁石心肠了吧！王翠娥快步走到林如意跟前，然后一把将林如意推开。你没事吧？摔哪里了？要不要紧？没事儿，你拉我一把。林如意站起来，稍微活动了一下，快步走了过去，对着王翠娥，她的脸就是一巴掌。王翠娥被林如意这一巴掌扇懵了。哎呦，还要打人了！恶毒小姑子打嫂子呀，这反了天了，这是！扯着嗓子大声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喊救命。周围的邻居都跑过来看热闹，林家人也都从地里陆陆续续的赶了回来。咋回事啊？发生啥事了？相公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妹妹她打死我了！哎呀，你快给我做主呀！天哪，这小姑子也太泼了，连自己嫂子都打。嗨，这也不是正常嘛！她之前没嫁人的时候，不就天天骂自个儿嫂子，还背地里说她嫂子坏话。可是这次是动手打呀，也太没尊卑了。虽然不是长嫂，但也是嫂子，打人就是不对的。小妹，你打你嫂子干啥呀？你都嫁人了，还跑回娘家来打嫂子，成何体统啊！二舅，是二舅母先把我娘推倒在地的，我娘都疼得站不住了，还是我爹把她扶起来的。不信你问问马好姐姐还有满阳弟弟，他们都看到了的。我那是为了抱我儿子呀，他看我儿子哭得那么凶，他也不抱抱，心肠太硬了。谁知道他是不是打满棍了？而且他还挡在背篓跟前，我不推开他怎么抱孩子呀？二嫂，你这血口喷人的本事倒真是不小，你自己儿子拉个屎哭得满院子都知道，你说我打了你儿子，你可真是长了一张嘴就敢喷粪呢！你才喷粪呢！你说没打就没打，你有什么证据吗你？我可以证明姑姑没有打满贯，她一直在给满贯赶蚊子，还给他擦口水。对，我也看到姑姑帮弟弟扇风了，没有打他。你们吃了他给的东西，当然帮他说话了。你们家里头没事干吗？地里的活干完了吗？衣服洗了吗？午饭做了吗？就围着我家看，看啥看呢？赶紧回去，一会儿我拿扫把赶人了。大家本来还想看热闹呢，被孙荷花这么一吼，只能讪讪的走开了。你吼啥呀？是死人了还是掉粪坑了？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，你满意了？你有脸了？什么这么臭啊？你把屎拉身上了？哎呀，不是我，是满棍儿。那拉了你也不知道给他洗一下，还在这儿嚎啥呀？你还想吃了不成？我赶紧的去把满柜的屎洗干净，然后再过来说说是咋回事儿。等王翠娥走了之后，孙荷花才问林如意：“怎么回事儿？我听说你打他了，发生啥了？”林如意这才开始从头到尾讲事情的经过。旁边的林满阳和林满雪都说就是这样。老二，你媳妇儿动手在先，你说这事怎么处理吧？这婆娘一天天惹是生非，小妹，这事对不住啊，我等会儿把她打一顿，你莫见怪。二哥，这是我和他的事儿，我也还回去了，你就别打他了，他毕竟是你娘子，孩子的娘，这关上门你们才是一家人，也别为了我伤和气。你听听，老二，你媳妇儿但凡有我们如意一样懂事，也不会闹成这样，咱老林家的脸都被他丢光了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我再在村里听到什么风言风语，我可饶不了他。是娘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和他说的。小妹，这事对不住了。如意，你跟我进屋去，我和你说两句话。孙荷花拉着林如意去他们的屋里。我刚刚问你爹了，他说那天是王氏去送的水，所以他应该是真的不在家，应该也没看到，也不可能说出去。不是王翠娥，那又会是谁呢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可是那是谁呀？现在找不着证据证明清白，那钱不会要退回去吧？不着急，他们酒楼想要我退钱，也必须得有证据证明是我卖给别人的才行。等我明天去问问兴隆酒楼的人吧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说不定就是他们酒楼自己搞的鬼，想让你退钱呢。娘，这事儿您就别担心了，我自己处理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这次去富阳县啊，给你们带了一些好东西，都放在堂屋里了。还有，这是我和他孝敬您和爹的，你们收着，想买什么就去买。哎，拿这么多做什么？你们也才刚刚成家，
还要养3个娃子，用钱的地方那么多，你自己留着用。放心吧，我们有钱的，这就是我们一点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还打算重新盖房子，到时候说不定还得麻烦你们呢，快收下吧，娘。那你们要盖房子得花不少钱吧？这钱我更不能要了。您就放心吧，钱够了。你猜猜我们这次去县里卖了多少钱？多少？林如意比了一个8的手势。80两。林如意摇摇头，让他继续猜。800两。林如意点点头。天哪，800两啊！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所以啊，您就把这钱收着吧，我们孝顺你和爹的。这次孙荷花倒是没再推辞，将那10两银子给收下了。娘，我们先回去了，我还得去调查方子的事儿，时间紧迫，就不陪您了。行，你们去吧。如果百味酒楼的人找你们麻烦，你也别怕。咱们虽然没钱，但有的是人。我知道。2位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啊？吃饭。好，那里面请。马车我帮你们套在门口的位置，有人会帮你们看着，贵重物品拿着就行。林如意点点头，然后跟着楚谢意一起走了间包厢。小二推荐了3道之后，就说他们店里最近研制了一道菜叫冰粉儿。林如意那是毫不犹豫就要了一份。小二也没说什么，马上就去给他们备菜，很快就端了上来。小二，你们这冰粉儿是谁做的？看着倒是挺稀奇的。是我们大厨做的呀。哦，那我能见见你们这位大厨吗？我们是从富阳县来的，在一家大户人家做事儿。我们家老爷啊，最近身体不好，啥都吃不下。我看着这东西倒是不错，想见见你们大厨，看能不能请他为我们老爷做一份。这酬劳随便他开，麻烦小二哥帮我问问。我们大厨现在在后厨忙着呢，可能没空见2位。小二哥，帮我们传个话就行了，辛苦你了。小二一看那块碎银子，赶紧伸手把碎银子接过来。嘿，2位客官稍等，小的这就去给2位叫人。小二哥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有2句话想问问你。夫人请讲，小的定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你说这冰粉儿是你们店里的大厨做的？我们前2个月来白沙镇办事儿，也在你们店吃过饭，也从未听说过呀。夫人有所不知啊，这是我们大厨最近才做出来的，所以您前2月来的时候店里还没有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具体是何时做的？不知道你们这东西安不安全呀？吃了不会有啥问题吧？我们毕竟是给家里老爷买的，这要是出了事儿，我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，所以必须要问清楚一点。小二哥莫怪啊。夫人考虑周全，不愧是做大事的人啊。其实这个冰粉我们也才上了3天，但是你放心，吃了绝对没有问题，吃过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呢，而且我们自己也尝过，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。您这要是带回去，您家老爷肯定很喜欢，到时候说不定重重有赏呢。没一会儿就带着一个40多岁的男子进来了。夫人，这位就是我们店里的王大厨，那个冰粉就是他做的。王大厨啊，我让小二哥把你找过来，就是觉得你做的这个冰粉挺稀奇的，在别处还不曾见过。我想买一些回去给我们老爷品尝，想问问你，这都是用什么做的，能保存多久？我们在富阳县做事儿，这里到富阳县还有一段距离，我可怕拿回去坏了。这个天放大半天没事儿，用什么做的不能告诉你啊，只能放半天啊。我们这还有别的事儿要去一下其他地方，只怕拿回去也不行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花钱买你做冰粉的方子，回去让府上的厨娘自己做，这样你看如何？这做厨子的，别人认可他做的菜，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肯定了。我想王大厨应该不会拒绝吧，而且我们定不会亏待你，价格你随便开。这事儿啊，2位还是和我们掌柜商量吧。啊，这不是王大厨自己研制的菜式吗？怎么还得跟掌柜说呀？我在这酒楼做了10多年，掌柜对我很好，我自己做的新菜式也都只给酒楼。你若是真心想要，就去给我们掌柜说，下面的客人还等着我炒菜呢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大厨留步，您看这样行吗？我给你20两银子，你告诉我怎么做的，
我们东家是做布匹生意的，不是做酒楼的。我们只做给我们老爷吃，绝对不外传，也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更何况阜阳县离这儿这么远，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。要不你考虑一下呗？王德福一听20两银子，心里是有些心动的。王大哥，你考虑一下，反正我们今天还不会走，明天你再给我们答复就行。王德福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了包厢。等会儿我跟着他，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。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这除夕议会功夫，跟着他肯定能发现些什么。林如意就去了茶楼，打算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儿。有个年轻女子在上面抚琴，戴着面纱，看不清楚样子。这琴技居然还不错。那女子弹了3首曲子之后就没有再弹了，应该是收工了。林如意正觉得无聊呢。这位夫人，我是方府的丫鬟宝珠，我家小姐想请夫人楼上一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认识你家小姐，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，就不去了。夫人，我们家小姐就在2楼，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。我家小姐只是觉得与您有缘，想和您认识一下，夫人给个面子吧。姑娘，我跟你家小姐素不相识，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你说有缘，请问是什么缘啊？你们这请人也得先告诉我你家小姐是谁吧。我们家小姐就是刚才在那边抚琴的那位，她看您一直都在认真的听，觉得您也是懂音律之人，所以想和夫人您交个朋友。不是说古代大家闺秀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？怎么这位小姐还跑到外面来卖艺来了？那就请姑娘带路吧。宝珠领着她上了2楼，来到一间包厢里。小姐，我已经将那位夫人请上来了。只见那女子慢慢地转过身来，林如意也看了过去。女人已经取下了面纱，露出了一张漂亮的脸，尤其是那一双眼睛，灵动而清澈，黑白分明的眼球带着2分纯真。这位夫人，你为何如此看着我？抱歉啊，我从未在白沙镇见过如此美丽精致的小姐，一时间看入迷了。夫人您太会说话了，我都被你说得脸红了。我真是实话实说嘛，小姐别不好意思。夫人，快请过来坐吧，我让丫鬟去请夫人上来，实在有些唐突。是方才我在下面抚琴，看到夫人一直看着我，在认真聆听琴声，想必夫人也是懂音律之人，所以想要认识认识，还望夫人莫怪。我一个乡下人哪懂什么音律啊，我就是纯觉得小姐人好看，弹的曲儿也好听罢了。夫人自谦了，还不知道夫人怎么称呼呢？我叫林如意。如意，好名字。我姓方，名淑贤，闺名婉婉，你可以呼我为婉婉，我可以唤你如意姐姐吗？当然，方小姐如果不嫌弃我出身粗鄙，愿意跟我做朋友，我自然是不介意了。当然不嫌弃，我见如意姐姐总有一种亲切感，这应该就是缘分吧。是啊，我看婉婉也很亲切，估计是婉婉长得太漂亮了，让人忍不住喜欢。林如表现得比她还要热情。如意姐姐就会打趣我。如意姐姐家住在哪儿呢？我住乡下，不住镇上。啊，那姐夫是做什么的？他呀，就是一打猎的，一个粗人。那武艺岂不是很高强？没有，靠蛮力。堂堂一国将军，竟被他说是靠蛮力。哦，那你们的日子过得不是挺难的？还好吧，反正乡下人也饿不死。那姐姐看着还挺年轻，有孩子了吗？有了。难道他们已经同房了？她还怀了他的孩子？看来如意姐姐跟你相公很是恩爱呀，不像我二姐和二姐夫感情就不和。我二姐夫呀，经常冷落我二姐，让她独守空房。成亲1年了，我二姐还是没有怀上孩子，二姐夫一家都有些不满了呢。这孩子的事儿讲究缘分，说不定过段时间你二姐就怀上了呢。也是。那如意姐姐怎么一个人来喝茶？今日也不赶集，莫不是心情不好？没有，我和我相公来镇上办点事儿，他让我在这儿等他，一会儿过来接我。哦，那便好。你现在有身孕，莫要动气。我听家里老人说，怀孕不能动气，
会动胎气的。她啥时候怀孕的？不过看对方误会了，她也懒得去解释什么。那谢谢婉婉关心了，我知道。她的话音落下，明显感觉方淑贤拉着她的手松了一些，然后再慢慢的放开了她的手。今日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家里还有些事，就先回了。不如我们约个时间，再一起来这里喝茶。如意姐姐什么时候有空啊？这个我得看家里的事情，我也不确定啥时候有空。这样啊，那行吧，我们有缘再见。哎，好嘞，有缘再见。林如意下楼去了她之前坐的那张桌子，她在茶楼里又坐了1个多小时，就看到楚谢意出现在了茶楼门口。怎么样，好了吗？发现什么了吗？今天不是赶集日，人不多，所以我们走了以后，他等了一会儿也回去了。我一路跟着他去了一个寡妇家里。我听他们在说这件事，这个方子并不是他自己研制出来的，而是那个寡妇的妹妹家的小姑子在陈家干活，不知道怎么学来的，然后被那个寡妇知道了，寡妇就和他商量，花了5两银子买下了方子。他再用这个方子让龙兴酒楼的东家给他涨了工钱，以前他1个月2两工钱，现在1个月3两。行，那咱们去一趟百味酒楼吧。两人驾车前往了百味酒楼。林娘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可是事情有了眉目。林如意点点头。这么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苏掌柜，我想问问你们在找我之前，可有先自查一下自己人？苏烈点点头，这自然是查过的，就没有查到一点眉目吗？这事儿也不复杂，他们居然都查不到，真是太高估他们的实力了。林娘子这是何意？我们自己的人泄露给龙兴酒楼的？苏掌柜，我看你好像不太服气的样子啊。要不然这样，咱们来打个赌，如果这件事情调查出来是因为我的原因，我把钱全数退回；如果是因为你们的原因，那你们再给我100两，怎么样？他竟然这么敢笃定，难道真的是他们的原因？这事儿我需要和我们少东家商量一下才能够决定。没事儿，反正现在时间还早，你去给你们东家说一声，看他怎么说吧。我们少东家今天有事外出了，明天才能回来，我得等他回来再和他说。林如意虽然知道苏烈在找借口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。行吧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对了，你认识方淑贤吗？不认识。那你知道这镇上有姓方的大户人家吗？不太清楚，怎么了？林如意慢慢的和楚谢意说起了在茶楼的事情。既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怎么会去一个小茶馆卖艺呢？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我也觉得有问题啊，我想他不是冲着我来的，而是冲着你来的吧？我不认识他。那有没有可能不是真名呢？他长什么模样？可有什么特征？很漂亮，眼睛很好看，是杏眼，非常灵动清澈，脸型是瓜子脸，声音听着也很甜。声音怎么甜？哎呀，真是直男啊！就是这样啊，你等我端一下。林如意打算学一下方淑贤说话的语调，声音立马就变得甜了。你怎么声音不一样了？我这不是学方淑贤说话吗？不过还是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大概就是这么个调调。你确定不认识吗？楚谢意轻轻地皱起了眉头。如果真是这个调调，那他好像知道是谁了。不认识，他怎么会找到这里的？难道是陆君瑶让他来的吗？好吧，可能也是我想多了。那咱们先回去吧。楚谢意点点头，继续赶车往家里走。到家的时候，时间不早了。爹娘，你们回来了，我和姐姐去给马儿割草了，可以喂给他吃。青青真棒。那我能喂给他吃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我可以叫柱子还有铁牛来看我们家的马儿吗？为什么要让他们来看马儿啊？因为他们都不相信我们家里有马车，说我在吹牛，还说我是骗子。我要让他们来看看，我才不是吹牛，我才不是骗子呢。林如意看着楚子君那鼓起的腮帮子，圆溜溜的小眼睛，可爱的不要不要的。可以，你去叫他们过来看吧。嘿嘿，那我现在就去。你慢点，别摔了。不会的。第二天到
到了镇上，一家人先去了书院，问楚子轩上学的事宜。昨天就是他。如意姐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好巧啊，我们来书院问问孩子上学的事儿。婉婉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我和四爷爷来他书院看看，没有想到这么巧，在这里遇见你们。你们要把孩子送来书院上学吗？这3个孩子看着都挺大了，应该不是他亲生的孩子吧？对，老大到启蒙的年纪了，想送来书院启蒙来了。正好，我也要进去，那我们一起吧。我还能帮你们引荐一下。我四爷爷人挺好的，就是教学生的时候比较严厉，但是他教出了不少厉害的学生，现在都在朝中做官呢。不知道他是怎么来这里的，又是怎么找上林如意的，而且他为何不和自己打招呼？他究竟想要做什么？楚谢意抱着疑惑的心情，跟大家一起进了书院。四爷爷，这位是我朋友，我带他家孩子来书院问问启蒙的事情，您帮忙给安排一下吧。你们上次来问过了，考虑的如何？方院长，我们打算将楚子轩送来贵院上学，今后多有打扰，还望院长多多包容。这都好说，上次也同你们说过了，启蒙的话是不用住在书院，需要每天回家，你们是否方便呢？我们家距离有些远，能否让他也在书院住宿？我们付住宿钱。你们确定要让他住在书院？确定。住书院可以，需要额外交1两的住宿钱。本来是1个月休息2日，月底2天休息，但是启蒙的话1个月可以多休息2日，所以他可以月中回去休息2日，月底再和大家一起休息2日。你们有意见吗？没有。等商量好了之后，楚谢意就带着楚子轩去办了入学手续。如意姐姐，你看着这么年轻，这3个孩子不是你生的吧？不是，我是他们的继母。一个黄花大闺女竟然愿意给人家做后娘，想必另有目的吧？姐姐，你当时不会是被你父母逼迫才嫁给你相公的吧？要是他知道当初原主为什么嫁给楚谢意的，是不是会很失望啊？不过这么丢脸的事儿他肯定是不能说。算是吧。2个人说话的时候，楚谢意和楚子轩已经办完了入学手续回来了。好了，3天后正式来书院上学，现在我们可以走了。婉婉，我们今天还有别的事儿，就先走了，改天有空我们再聚，我请你喝茶。好，我们改天再聚。林如意和楚谢意带着3个孩子出来。楚谢意突然说还有点事儿要和院长说，让他们在车上等他一下。楚谢意回到书院之后，并未去找方清远，而是找到了正在后院赏花的吴淑贤。师兄，好久不见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师兄，这么久不见，你好像不想见到我。还以为师兄娶了妻就不会像以前那么不解风情，怎么现在更甚了？你这样，嫂子受得了你吗？我们夫妻的事情不需要外人管，你来做什么？谁让你来的？师傅他怎么样了？我还以为你将我爹忘了呢。他在你出事的第2年就辞官了，我们现在也不在京城了，回到了利州老家。他现在就在家养鸟，喂鱼。去年生了一场大病，虽然治好了，但是身体大不如之前，天气一凉就咳嗽不停。什么病？大夫说忧郁成疾，肺火太旺，是肺疾。那你为何不在家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就你一个人？君瑶哥哥说你在这里，我来看看。反正利州到这里也不算远，我在家里也没事做，所以就来了。果然是陆君瑶告诉他的。现在人也看到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这里不是你该待的，你一个女子在外不安全，早点回去，别让你爹担心。我这大老远的来，师兄就不想请我吃个饭吗？这么着急赶我走，是怕你娘子知道你以前的事情，把她吓到吗？你缺我这顿饭吗？还有我的事情，我不希望任何人提起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我缺不缺是一回事，师兄请不请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而且我什么都没说，我和嫂子还挺有缘的，我还挺喜欢她的。而且最近利州的天气太热了，我也没什么事，我想等天气凉快一点再回去。你换个名字接近我娘子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娘就姓方，我换名跟我娘姓怎么了？我外祖父家与方院长又有些关系，我一个弱女子在外行走，不用真名也没什么吧？
我要真有什么目的，昨天就和他说了，不过就是想要看看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，竟然让你一个堂堂一国将军，甘愿留在这样的小地方生活一辈子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都与你们无关。你们如果真的是为了我好，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放心吧，我不是来打扰你们的，只是想看看你现在过得怎么样。你毕竟是我爹最喜欢的弟子，你一出世，他一下子老了10岁，我就是来帮他看看你。我有空会去看师傅的。好，你去了，我爹肯定会开心的。楚谢意点点头，没有再说话。那3个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吧？楚谢意微微颔首。不过也要恭喜你，你娘子不是怀孕了，没多久你就要当爹了。吴淑贤虽然脸上在笑，可是心里也有一些苦涩。楚谢意听到吴淑贤的话，心底微微一愣。我和林如意还没有圆房，她怎么可能会怀孕呢？林如意是骗她的，还是孩子不是自己的？我还有事就先走了，今后你不要再出现在我娘子面前。楚谢意说完，转身就快步走了。吴淑贤看着楚谢意离去的背影，心里愈发的苦涩。为什么他从头到尾都不正眼看看自己呢？他也不比他那个娘子差呀。楚谢意快步走出书院，把马车赶到了市集。可是楚谢意却提出要去一趟医馆，结果到了医馆门口，他却叫林如意下车。干嘛？你跟我一起去。于是他从马车上下来，跟着楚谢意一起进了医馆。你哪里不舒服啊？也没有哪里不舒服，就是想看看身子有没有问题，想调理一下。老大夫看楚谢意的面相，应该年纪不小了，而且又说要调理身子，还带了自己的娘子一起过来，多半是成亲多年没有子嗣。那坐下吧，我给你把把脉。楚谢意点点头坐下，将手伸过去给大夫把脉。想这楚谢意还挺会养生的嘛，年纪轻轻的就要调理身子了。小伙子，你这身体很好，肾精旺盛，完全不需要调理。既然不是男的有问题，那肯定问题就出在他身上了。你没问题，让你娘子坐过来，我给她瞧瞧。我没有不舒服啊，能吃能睡的，身体挺好，不用看。你这妇人啊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男人花钱来给你治病，你还不肯配合。有些狠心的男人直接休了你再娶他人。我靠，这男人不会是想让我给他生个孩子吧？虽然他不介意俩人同房，可这生孩子还是别了，别来沾边，他迟早得找办法回去。你就让大夫给你把把脉，就当调理一下身体。林如意想了想，她走过去坐在凳子上，老大夫伸出手开始为她把脉。你娘子的身子也没啥问题，虽说肝火有些旺，但是怀孕是没多大影响的。你们两个成亲多久了？这明明身子都没啥问题，是不是俩人太着急了？不久，4月。得，看来是他想多了。林如意应该只是骗吴淑贤的，那他内心是不是也想跟自己生孩子，所以才故意说的？那4个月不算久，你们再回去试试。若是想要早些要上孩子，就在他每月月事结束后的7到10天同房，那样怀上的几率会大一些。楚谢意还是第一次听人家说这个，感觉挺不好意思的。谢谢大夫，我知道了。诊金多少？你娘子肝火旺，注意清淡饮食。这药的话就暂时不用了，那就付5文钱吧。楚谢意马上去付了诊金。两个人从医馆走出来。爹，你不要死啊！怎么回事？你以前生病都说自己没事，说睡2天就好了。你这次生病还要娘陪你去，肯定是死翘翘了。爹，我不要你死，你不要死啊！楚子君抱着楚谢意一边说一边哭，跟死了亲爹似的。哼，还真是他养的好儿子。哎，你放心啦，你爹好得很，死不了。爹，你不用死，真是太好了，这样就不用找铁牛的爹给你挖坑了，铁牛就不会问我要地瓜吃了。这个逆子。真想给楚子君点个赞，谁让楚谢意今天脑子抽风，突然带我看大夫，还因为那种事儿。
能不能怀孕他心里没点 AC 数吗？俩人同房都没有呢，我也能怀孕？哼，那他才应该哭呢。好了，上车，回家。回到家，等马车停稳，林娘子，你来了。陈少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找你。楚谢意当看到陈文琪白净的脸，正看着林如意笑，这眉头立马拧成了18道弯。你有事儿吗？就是为了冰粉方子的事。昨天晚上我回去，苏掌柜和我说了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不知道能否借一步说话。人家都找到家门口来了，而且这会儿太阳又大，怎么也得请人家去家里坐坐吧。那陈少爷跟我们去家里喝口茶。那便叨扰了。陈少爷客气了。进入家门之后，林如意就让楚谢意陪他，自己在厨房里烧水。陈公子是为了我娘子卖给你们的冰粉方子来的吧？对。这事儿我娘子与我说过，陈公子可以与我说，毕竟我娘子也是听我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便和你说也行。还不知道兄台怎么称呼？楚谢意。好的，那便称你楚兄。方子的事我去调查了，发现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今日来便是和林娘子说一声抱歉的。陈文琪是陈家的少爷，家里的事情那么多，他有这么闲吗？为了这件事亲自来村子里找林如意，就为了给他道歉。林如意只是卖了一个方子给他，钱已经给了，他专门来道歉，未免有些太刻意。陈公子的歉意我们知道了，还有别的事吗？既然林娘子一介女流都有如此胆量，还帮我揪出了家里的内鬼，这100两是昨天的赌注，还请楚兄收下。陈文琪作为商人，最看重利益才是，怎么还主动送钱来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陈公子昨日并未在场，我娘子说的赌局也不成立。今日陈公子特地来这里送钱，不知道是何意。楚兄，我刚才说了，为了感谢你们帮我抓住内鬼，没有别的意思。那既然如此，陈公子的心意我收下了，还有别的事情吗？陈文琪能感觉到楚谢意的敌意。家里还有其他事，我便先告辞了。我送陈公子。林如意泡好茶出来，发现陈文琪已经不见了。啊，陈少爷呢？他说家里还有急事，就先走了。那他说什么了吗？这儿又没有电话，这不可能急事儿是刚才得知的消息吧？楚谢意将陈文琪的对话说给林如意听。算了，既然他这么大方给了100两，那改日我送他酒楼几个菜谱，算是扯平了。小妹在家吗？四哥，我在家呢，咋了？小妹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四哥，你先别着急，先歇一下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昨天你不是和二嫂吵架了？二哥昨天晚上骂了二嫂几句，二嫂晚饭都没有吃，然后今天早上趁着大家都出去干活，他带着满贯回他娘家去了。然后呢？二嫂家里人来了，说是要给二嫂讨回公道，说是要见你，娘让我来和你说一声，人让就在家里，哪里也别去。二嫂那几个哥哥都不是啥好人，一个个好吃懒做，还蛮不讲理，怕到时候他们找你麻烦。你在家准备午饭，我随四哥去看看。林东听到楚谢意的话，既意外又感到欣慰。小妹，要不然你就在家躲躲，不出去就行。娘说了，会尽快打发他们走人的。行，那我们就不去了。你们当心一些，如果吃了午饭他们还赖着不走，你们过来叫我。我惹出来的事儿，我能解决。林东点点头，就看到王家那几个男人往楚家来了。快，你们先进去，他们过来了。四哥，既然人都已经来了，我就去会会他们，看看他们想干嘛。你就是林如意啊？你要是管不好你自己的手，我不介意帮你剁下来喂狗。对面的男人愣住了，想到王翠娥说他能打死一头老虎，心里还是有些害怕。我们找林如意，想问问他为什么欺负我妹妹。王翠娥说我是怎么欺负她的？就说你打了她，还打了她儿子，你承不承认？我确实打了王翠娥，那你要问问你的好妹妹，她做了什么？可是我可没打过你侄儿，这一点我不认。好啊，大家伙都听到了吧？他动手打自己的嫂子，既然你承认动手打了我妹妹，那你现在就得给我妹妹赔礼道歉。哼，那我要是不呢？你打人了还有理？你要是不赔礼道歉，我们这些当哥哥的肯定不能看到自己妹妹被欺负。怎么，你们还想打女人不成？
如果你不赔礼道歉的话，我们自然要为妹妹讨回公道。好了，王家哥哥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今后还是有来往的，别搞得太难看了。王氏嫁到我们林家来，我自认没有亏待过她。这次的事儿本也就是她的不对，你们不了解真相，为自己妹妹说话也能理解。不然大家先坐下来，把事情好好说开了，就算了吧。算了，我妹妹被打了，脸都肿了，带着孩子回娘家来哭。什么一家人？你和她才是一家人。你当然向着自己的女儿啊！这件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算了，我们必须要为我妹妹讨回公道。那你想要怎么讨回公道？是打我还是报官？你要是不赔礼道歉，那我们只能打回来了。你敢动他试试？王老大被吓得哆嗦了一下，后退了2步。哼，大哥，他们打了三姐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我们今天就是专门来给三姐讨回公道的。哼，这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不知道我家男人拳头有多硬。相公，一会儿留口气就行，有问题吗？楚谢意一听到林如意那一声相公，嘴角不受控制的上扬起来。我们先约法三章啊，是你们自己要动手的。我男人可是猎户，经常在山里打猎，到时候你们被打了，可千万别哭鼻子。是你们挑衅在先的，要是动手伤了你们，这药费我们可不付，你们可别赖上我们。哼，谁打谁还不知道呢。小弟弟，看你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啊。那一会儿我让我男人多关照你一点，给你留口气就行。各位叔叔婶子、大哥大嫂，你们也看到了啊，是王家的人要动手打我的，他们挑衅在先，又答应一会儿打伤了不用我们赔钱，劳烦各位帮忙做个证，别说我们欺负他们。行，可以。放心，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作证。相公，动手吧，留口气就行。一起上吧。就这4个人，他3招就能撂倒。4个人一听楚谢意这口气，直接一窝蜂冲了过去。只见楚谢意身子一动，然后就看到痛苦的身影躺在地上，爬都爬不起来。王小弟被格外的关照，只见楚谢意一只手掐着他的脖子，将他直接举了起来，用力丢了下去。林如意走到楚谢意身边，一脸崇拜地看着他。楚谢意，你好帅，我好爱呀！这不得为哥哥吃，为哥哥狂，为哥哥哐哐撞大墙啊！楚谢意不知道帅是什么意思，可是一听好爱他，尤其是最后林如意嘴里发出的亲吻那一下。这个女人，这可是在外面，而且那么多人在，她就不能稍微收敛一点？你别说了，你娘他们还在呢。可是楚谢意脸红的样子有点可爱，是怎么回事？他打算调戏一下楚谢意，可是我就是觉得你刚才好帅，好迷人啊，人家好喜欢啊。别闹，一会儿再说。他声音都有些不稳了。说完就走到了王老大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灰头土脸的他。要么现在滚，以后别来惹事了，要么卸你一条胳膊，给你们长长记性。王老大一听，被吓得马上爬起来，连滚带爬的叫上自己的兄弟快走。王氏那个小家精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自己做错了，说2句就赌气回娘家，回去就回去，他还搬弄是非，让自己哥哥来惹事，真是太不安宁了。看他回来，我怎么收拾他？娘，你别气了，气坏身子不划算，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。现在人都没在，你气也是白气。如意，这次啊，真是多亏了女婿，不然王家那几兄弟肯定不好打发。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来惹事了，你们也能过点安稳的日子。他们要是不怕事儿再来，下次就让他们缺胳膊少腿的回去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们还没有做午饭吧？回去弄饭吃吧。等王氏回来，我教训他一顿，给你出气。你们也没吃饭呢吧？要不然留在我们这儿吃吧，我现在去做饭。不了，我们自己回去做就行。快去吧啊！等孙荷花他们走了之后，林如意也打算回去做午饭了。你，我怎么了？这人到底要说什么呀？你那会儿在外面说的话太小声了，我没有听到，你再说一遍。他脸颊有些发烫，声音轻微的有些颤抖。
这个男人也太闷骚了。我说你好帅呀。还有呢？没有了呀。怎么可能没有了？他说爱自己的，他是不是忘了？你再想一想，我好像听到了还有半句。啊？有吗？我忘了，那会儿人那么多，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。要不你给我一点提示，没准我就想起来了呢。楚谢意话到了嘴边，又觉得不合适。不记得就算了，去做饭吧，时间不早了。这男人可真闷骚，憋死他活该。行，那我去做饭了啊。林如意说完就转身出门了。这才多久就不记得？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吃完饭之后，3个孩子懂事的去洗碗。林如意刚走到厨房门口，过2天我就要去书院读书了，你们在家小心一点，不要惹他，听他的话，不然又要挨打了。你们要是挨打，我在书院也帮不了你们，你们自己当心一些。大哥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娘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啦。你这段时间也看到了，她不会打我们的。就是她对我们这么好，肯定不会打我们的。最近爹都是在家里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装的？肯定不是的，你们没有回来之前，娘就变了。她对我们很好。大哥，你相信娘吧，她已经变好了。你要信你就自己信，我反正不相信她能变好。林如意听到楚子轩语气中的恨意，找到了正在院子里编竹栅栏的楚谢意。这是我之前买的祛疤膏，效果还可以，你把这个拿给子轩吧。我知道伤害已经造成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但是他还小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只想尽最大的努力去弥补他。如果我给他的话，他肯定不会要，还是你给他吧。你放心，这个没有毒。你若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先涂抹2次给你。我信你。那你暂时先别告诉他们，怕他知道是我给的就不肯用了。好，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。你那会儿说好爱我，是真心的吗？这闷骚的男人，终于忍不住了吧？我那就是表达激动的心情。所以你说的是假话？不是。那你晚上准备一下，我先去忙了。准备？我准备什么呀？林如意不知道楚谢意说的准备是几个意思，反正晚上再说。她午觉睡到了半下午，刚起床就发现自己来大姨妈了。刚垫上姨妈巾从茅房里出来，就看到她大嫂陈氏在院子里。大嫂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小妹，你快跟我回去一趟，出事了。大嫂，你别着急，先告诉我出啥事儿了。怎么四哥来说出事儿了？这会儿大嫂又说出事儿了，怎么一天天就是事儿啊？王家又来人了，这次是2弟媳的娘还有2个嫂子来了，在家里撒泼哭闹，让咱们给他们钱，要不然就不走了。不是，他们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？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为啥要给他们钱啊？今天可都说好了，想要医药费没门儿。还不是你男人把他们几个给打了，来要医药费的，说如果咱们不给钱，他们就把满贯扣在王家，等2弟拿钱去赎自己的儿子。这是什么操作啊？那娘怎么说？二嫂人呢？她倒是回来了，现在还在求着娘拿钱呢，娘肯定不愿意给钱，正骂着王氏呢。林如意了解了大概的情况，就跟着沉香一同回了林家。你就是林如意是不是啊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男人打伤了我儿子，赔钱！赔钱！我赔你娘个大西瓜！你4个儿子都是窝囊废，4个人都打不过我男人1个。而且打之前我们可都说好了，要打可以，我们不给医药费。现在你们是怎么好意思舔着脸来要钱的？我不管你这些，反正你们打伤了人，现在我4个儿子全部都在家躺着，没办法下地干活了。你们必须要赔钱，不给我们钱我们就不走，我就在你娘家吃住。对，我们男人没法干活，你们赔钱。孙荷花在屋内听到朱氏他们说话，马上从屋里出来了。亲家母，我好言和你们说，你们不听的话，就不要怪我们不认这亲戚关系了。哼，你们打我儿子的时候认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别给我提什么亲戚关系，现在除了钱
我们什么也不认。哼，是你们儿子惹事在先，然后技不如人。我也明确告诉你，钱一个字儿没有。你们要是不走，等会儿我就拿扫把赶人了。还有这个王翠娥，老娘也不要了。等会儿我们就去村长家里，让他帮忙给我们写休书。这种绞家精，我们家要不起。正好一会儿跟你们一起滚回去。我说孙氏啊，你也别吓唬我。你要是休了我女儿，你儿子还能娶着媳妇儿吗？而且你孙子可在我们家呢，你要是不给钱，我让你们一直见不到孙子。你们敢动伤我孙子，我马上去官府告你们。报官好啊，正好让关老爷看看你们打伤了我儿子，看看关老爷让不让你们赔钱。你要是不想让你女儿女婿坐牢，马上拿5两银子，这事儿一笔勾销了。对，还想要5两银子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老娘一个铜板都不会给你。老二，你现在去村长家，让他帮你写一封休书交给王翠娥那个绞家精，咱们林家不要这种女人。王翠娥在屋里听到孙荷花的话，立马就冲了出来。娘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呀，你不能让相公休了我，我以后不敢了，我求求您了，我不要被休，我是林家的媳妇儿，我不走，我哪里都不去。她嫁到林家来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可是好歹能吃上饭。要是她被休了，娘家人肯定不会管她的。她今后啊，只怕活得还不如一条狗。滚！你这样的绞家精离我家远点儿，我们不要你。相公，你不要休我呀，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可有数的。咱还有个孩子呢，你休了我，满贵可咋办呀？我是满贵的亲娘，你可不能休了我呀。哎呀，相公呀，你就看在满贵还小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今后一定改，我再也不偷懒了。我什么都听你和娘的，我再也不敢和小妹吵嘴了。以后她来家里，我一定好好招待她。你还有脸说满贵儿？现在你娘家人说要钱才把她还回来，你要是真在乎她，你就不会这样做了。你这个毒妇，连自己儿子都害，要是满贵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打死你！不会的，他们只是想要一点钱，不会伤害满贵儿的。相公，你可别休了我呀，我知道错了。凭什么要给你娘家人钱呢？都是因为你这个绞家精惹出来的事儿，你还有脸帮你娘家人要钱？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别在我林家了！相公，求求你别休我！哎呦，我说孙氏啊，哪有你这样的人，让自己儿子休妻？你还真以为你们林家是什么高门大户吗？休了我女儿，你今后啊，儿子娶不到别人了。而且你家还有2个儿子没娶妻呢，要是人家知道你们家为了这么点小事就要休妻，看谁敢将女儿嫁到你们家来。到时候你3个儿子打光棍，哼，我看你怎么对得起你们林家的列祖列宗。一点小事儿，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！你问我们家要5两银子，我要是有5两银子，我就去找个黄花大闺女，不叫家的就够了。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，你们休想拿到1个字儿。现在最好就赶紧走，别等我拿扫把赶你们。娘，你们就快回去吧，别在这儿捣乱了。哎呦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再说，我婆婆真让我相公把我休了。哼，我们钱没要到，可不会走的。我们男人被打得下不了地，在床上躺着还不能动，今天必须拿到钱，不然我们可不走。娘，我都要被休了，你就不能为我着想一下吗？哎，娘啊，相公现在被他们打得没法下床干活，还不知道多久才能好呢，可不能这么算了。就是啊，小叔子的腿都断了，没钱治，要是以后瘸了，他还没娶妻呢。孙氏啊，你孙子还在我们家呢，你要是想要你孙子，你就准备好5两银子，现在就给我们。娘，咱们去报官吧，他们这算是绑匪行为，直接让官府的人把他们全家都抓起来。好，老大老四跟着你们爹去报官，就说王家的人绑走了满贯，不给钱就要杀了。是，我们现在就去。我们可没说要杀满棍儿啊，你可别乱说。
让你们拿满贯威胁我们，想要钱，是不是真的？朱氏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一个铜板都不会给你。你要是敢对满贯动手，你们就等着吃牢饭吧。孙荷花懒得理会他们，拉着林如意再架上林家人一起进屋了。王翠娥见状也赶紧跟了上去。娘，您就让我进去吧，我也是林家人，我生是相公的人，死是相公的鬼。孙荷花一把就将房门给关上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个女人你还要不要？她毕竟是满棍的娘，满棍还小，我怕满棍以后没人照顾。你们怎么想的？其他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敢说话。虽然王氏这次做的不对，惹了很大的麻烦，平时又爱偷懒，但是被休是不是太严重了？他虽然不喜欢王氏，可是他们同样都是儿媳妇儿，这么轻易就被休了，今后他要是不小心犯糊涂了，岂不是也要被休？其他人呢？其他人还是低头不说话。如意，你怎么想的？娘，这事儿还是你们长辈和二哥商量吧，我就不发表意见了。行吧，我们再商量一下这事儿。娘，我错了，相公，我真的错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林祥走到门口，一把将门打开。相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可别休了我呀，我以后改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林祥让王翠娥滚进屋里。跪下！王翠娥立马跪下，只要不休了他，她干什么都愿意。娘，这事我也有责任，给家里和小妹带来了麻烦，真是对不住大家。等会儿我与王氏去将满棍接回来，然后再任由你们处罚。娘，都是我的错，和相公没有关系，你就处罚我吧。你别叫我娘，你要是能把满贯好好带回来，这事儿我们再慢慢算账。要是满贯有个什么事儿，你就永远别回林家了。娘，您放心就行了，我肯定把满棍带回来，那毕竟是我娘家，他们不会为难满棍的。最好是你说的那样。现在你就去把你娘还有你2个嫂子都赶走，老大老四一会儿跟着老二和他去王家接上满贯。王翠娥马上点点头，然后起身出门去院子里同他娘和2个嫂子谈话去了。等了大概10多分钟，朱氏和他2个儿媳妇儿居然真的走了。娘，我已经让我娘和嫂子回去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去接满棍了。林如意看时间也不早了，她也该回去了。回到家后，她率先去了一趟茅房，这么久没换，差点给她侧漏了。从茅房出来之后，正好遇到了从外面回来的楚歇意。你这是从哪儿回来啊？出去办了点事，我回屋换衣服。晚饭做了吗？啊，还没有呢，正打算去做。那你去换衣服吧，我去做饭了。林如意洗了手，就开始准备晚饭。她吃完饭后打算回屋子拿扇子，感觉有些热。你这会儿要休息了？没有啊，我去拿扇子，有点热，想扇下风。那你等下，我去给你拿，你就在这里等着。他在屋子里到底搞什么了？行吧，你帮我去拿。等晚上睡觉，他总不能不让自己进屋睡吧。很快楚歇意就帮他把扇子拿了出来。林如意拿着扇子走到院子里散步消食，一边走一边慢悠悠的扇风，倒是挺惬意的。等时间差不多了，回屋睡觉。我现在能进去吗？楚歇意点点头，然后慢慢的让开身子。林如意跨过门槛，发现屋里一片红，上面还刻着喜字。这是做什么呀？咱们成亲那天我去了别的屋休息，今天就当补洞房花烛夜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以前的是是非非全都过去了，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希望你能不计前嫌。你做错的事情也不再提起，行吗？不是，他来大姨妈怎么洞房啊？所以你今天白天让我准备一下，就是想今天晚上洞房？楚歇意点点头，脸颊有些滚烫。可是我今天有些不太方便啊。也不知道该说楚歇意会挑日子，还是大姨妈会挑日子。怎么不方便？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他还有什么顾虑啊？